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，说的是一位大陆的三甲医院医生来台湾探望儿子，结果被这里的生活方式深深打动的故事。这位医生叫李芳，是我多年的好朋友，也是我们医院的妇产科主任。说起李芳的儿子小明，那可真是个有故事的孩子。5年前，他在大陆某知名互联网公司工作时，认识了现在的台湾太太小婷。当时小婷是去大陆参加一个科技展览会，两个人一见钟情，没想到这一眼就定了终身。哎呀，妈妈，我真的遇到了我这辈子最想珍惜的人。我还记得小明当时打电话告诉李芳的情景。李芳虽然担心儿子和台湾姑娘谈恋爱会有诸多不便，但看到儿子那么开心，也就支持了。小明和小婷的恋爱过程可以说是甜蜜又艰辛。两个人一开始靠着视频通话谈恋爱，每个月小明都会飞去台湾看小婷，或者小婷来大陆看他。那时候我就感叹，这还真是爱情无国界啊。后来小明为了和小婷在一起，毅然决定去台湾发展。刚开始李芳还挺担心的，毕竟儿子在大陆发展的不错，跑去台湾工作生活，环境都要重新适应。但是没想到小明去了台湾后，反而发展得更好了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儿子现在在台湾一家科技公司做技术主管，待遇比在大陆还好呢。李芳经常这样跟我炫耀。更让他惊讶的是，小明在台湾工作居然没有加班文化，生活质量特别高。今年春节，李芳终于抽出时间去台湾看儿子儿媳，这一去可不得了，整个人都被台湾的生活方式震撼到了。他跟我说，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这边的生活节奏特别舒服，大家都很有礼貌，看病也不用排长队，医疗水平一点都不比咱们差。让李芳最感动的是，在台湾邻里之间的关系特别融洽。小明住的社区里，左邻右舍经常互相串门，一起吃饭聊天。这种氛围让他想起了小时候在农村的生活，那种人情味特别浓。最神奇的是，这边的亲戚都特别单纯，没有那种互相攀比的风气。李芳感叹道，你看咱们这边串个亲戚都得准备几万块钱的礼物，生怕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可在台湾，大家见面就是单纯聚聚聊聊天，根本不在乎这些虚的。说到这里，我就不得不说说，为什么很多嫁到台湾的大陆女性慢慢就跟大陆的亲戚疏远了。其实根本原因就在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巨大差异。在大陆，很多人习惯了拼命赚钱，互相攀比，但在台湾，人们更注重生活品质和人际关系的真诚。说到教育理念这块，李芳可是给我讲了好多让人大开眼界的事儿。她说，小明和小婷的女儿今年4岁，上的是一家普通的私立幼儿园。丽姐，你猜怎么着？这边的幼儿园完全不给孩子施加压力，每天就是玩玩玩，唱唱跳跳的，可孩子学到的东西一点都不少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李芳眉飞色舞地说，幼儿园老师特别注重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。有一次我去接外孙女，看到她在用积木搭了个歪歪扭扭的房子，我正想说这也太丑了，可老师却特别认真地问孩子，你想表达什么呢？结果我外孙女说这是给小鸟盖的家，还说了一大堆想法，把我都听愣住了。谈到社会福利，李芳更是赞不绝口。你知道吗？这边看病特别方便，而且便宜。我有一次感冒了，去诊所看医生，挂号费才几十块新台币，拿药也不贵。最重要的是，医生态度特别好，会很耐心地跟你解释病情。在台湾待了1个月后，李芳对台湾的就业环境也有了深入的了解。这边工作真的很人性化，企业特别重视工作生活平衡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这里招聘不看年龄。我认识一个60多岁的阿姨，还在便利店上班呢，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，活得可开心了。说到这儿，李芳叹了口气，我以前总觉得孩子去台湾是不是委屈了他，现在我才明白，在这里生活不需要看人脸色，不需要找关系，普通人也能过得很舒心。让李芳特别感慨的是台湾的科技发展。你别看台湾地方小，但是科技水平真不赖。
小明他们公司就在新竹科学园区，那边高科技企业云集，而且薪资待遇都很好。最重要的是，这边的科技发展是踏踏实实的，不搞那些虚的。谈起台湾的大学教育，李芳更是赞不绝口。我去参观了台湾大学，那个校园环境简直太美了。最重要的是，这边的大学生都很有想法，能力也强。小明说，他们公司的实习生一来就能独立完成项目，一点都不含糊。你知道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吗？李芳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眶。在这里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纯粹，大家互相帮助，不图回报。请你吃个便当都是真心实意的。我现在总算明白，为什么很多大陆女孩嫁到台湾后，慢慢就跟大陆的亲戚疏远了。不是她们变了，而是生活方式真的不一样了。在大陆，很多人际关系都是以利益为基础的，但在台湾，人们更注重感情的真诚。久而久之，很多人就会觉得，还是台湾这种单纯的人情味更暖心。李芳说，他已经决定等退休后也要来台湾定居。我觉得在这里养老挺好的，空气好，节奏慢，医疗保障也到位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的人情味让我觉得特别温暖。以前我总觉得，人这一辈子不就是要拼命赚钱、买房子，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吗？可是来了台湾才发现，原来生活还可以这么简单温暖。说起李芳和小明、小婷一家的故事，我就忍不住想聊聊他们是怎么认识的。那是5年前的春天，小明正在北京某知名互联网公司做技术总监，月薪上好几万呢。按理说在大陆发展的好好的，怎么会想着跑去台湾呢？这里头可有说到，那天我正在加班，小明跟我说，突然接到通知说要去参加一个产品发布会。结果在会场看到小婷的第一眼，我就觉得这姑娘不一般。她站在台上讲 PPT 的样子特别自信，而且说话很有条理，一点都不做作。小婷当时是台湾某科技公司的产品经理，来大陆出差。会后的茶歇时间，小明鼓起勇气上前搭讪：“你的演讲特别精彩。”他说。没想到小婷笑着回答：“谢谢，我看你在台下一直在记笔记，很认真呢。”就这样，2个人聊开了，从人工智能聊到区块链，从科技创新聊到生活理想。小明发现小婷不仅专业能力强，而且特别有自己的想法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小明说他一点都不势利。我说我想去台湾发展，他也没嫌弃我放弃大陆的高薪，反而很支持我追求梦想。当时小明在大陆工作确实很辛苦，经常加班到半夜。有时候看着手机李小婷发来的台湾生活照片，我就特别羡慕。小明说，他下班后还能去运动、看展览、参加读书会，生活特别充实。而我除了工作，好像什么都没有。后来小明去台湾看小婷，被台湾的工作环境深深吸引。在这边，加班不是常态，大家都很注重效率。最重要的是，创新创业的环境特别好。于是，小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申请台湾的工作签证，去台湾发展。刚来的时候确实有点不适应，小明笑着说，比如这边说话都特别客气，动不动就不好意思，麻烦你。但是慢慢的，我发现这种礼貌的氛围，其实让人际关系变得更舒服。在台湾工作这几年，小明的事业发展得特别顺利。这边的科技行业虽然规模没有大陆大，但是很扎实，特别注重创新，而且台湾的创业环境也很友好，政府有很多扶持政策，创业者可以专注于产品研发，不用花太多精力去搞关系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小明说这边的人特别愿意分享。我创业的时候遇到困难，很多前辈都很热心的给我建议，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，这在大陆是很难想象的。小婷告诉我，她特别欣赏小明的勇气。很多人觉得他放弃大陆的高薪来台湾是吃亏了，但是我觉得他很勇敢，为了追求理想的生活方式，敢于走出舒适圈，这才是真正的成功。现在的小明和小婷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，工作之余，他们经常带着女儿去野餐、爬山、看展览。最重要的是，小明说，在这里我们有时间好好陪伴孩子成长，不像在大陆，
很多人把孩子送到各种培训班，自己却没时间陪孩子。丽姐，说实话，我现在特别理解为什么很多大陆女孩嫁到台湾后，会和大陆的亲戚渐行渐远了。李芳对我说，这不是他们变得势利了，而是生活方式真的不一样了。李芳举了个例子，说小婷的一个闺蜜也是嫁到台湾的。有一次，她大陆的亲戚来台湾玩，住在她家里。你猜怎么着？那些亲戚一来就嫌这嫌那的，说房子太小了，家具不够高档了，连着住了1周，还天天要求她带着到处玩，吃饭购物样样都让她请客，走的时候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。这种事情在大陆可能很普遍，亲戚之间互相攀比，互相占便宜，但是在台湾生活久了，很多人就受不了这种交往方式了。李芳说，在这边，就算是再亲的亲戚，也会把分寸和礼貌放在第一位。说到教育理念，李芳更是感慨万分。我看到小明他们对女儿的教育方式，一开始还真有点不习惯。在大陆，很多家长都恨不得把孩子往死里培训，生怕输在起跑线上。但在台湾，家长更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和快乐学习的能力。有一次，我看到外孙女在画画，画得歪歪扭扭的，我就说画得不好看，重新画，结果被小婷制止了。李芳说，小婷说，重要的不是画得好不好看，而是孩子有没有享受创作的过程。这种教育理念真的让我很受触动。在台湾待久了，李芳发现这里的社会氛围特别包容。我都55岁了，去诊所应聘兼职，人家居然真的考虑我。在大陆，很多单位招人都有年龄限制，40岁以上就很难找到好工作。但在台湾，只要你有能力，年龄真的不是问题。而且这边的工作环境特别人性化。李芳说，老板会真心实意地关心员工，不会动不动就要求加班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的职场特别注重专业能力，不用整天琢磨着怎么搞关系。谈到台湾的科技发展，李芳说，他算是开了眼界。虽然台湾的科技企业规模可能比不上大陆的大厂，但是做的特别扎实。比如半导体产业，就是靠着一点一点的积累，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最让李芳感动的是台湾的人情味儿。你知道吗？小明他们社区里有个独居老人，邻居们会轮流去看望他，给他送饭。这种自发的关爱真的很温暖。在大陆，很多人都把关系看得很功利，但在台湾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纯粹。所以我现在特别理解为什么很多大陆女孩嫁到台湾后会慢慢改变。李芳说，因为在这里，你不用总是想着我对你好，你要怎么回报我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。你们知道吗？李芳对我说，在台湾这1个月，我最大的感触就是，原来生活可以这么简单。在台湾，人们不会为了面子去买自己付不起的奢侈品，也不会为了炫耀而带着名牌包包去菜市场买菜。有一次，我看到小婷穿着很普通的衣服，背着帆布包去逛夜市，我还纳闷她怎么不穿打扮的漂亮点。李芳笑着说，结果小婷说，在台湾没人会在意这些，舒服自在最重要。说到这里，李芳特别感慨，我现在总算明白，为什么很多嫁到台湾的大陆姑娘会慢慢改变了？因为在这里，你不用总是绷着一根弦，不用为了维持面子而透支生活，可以活得特别真实。在台湾的大学里，李芳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教育理念。这边的大学生特别有主见，上课敢于跟教授辩论，做研究也很有创新精神。最让他惊讶的是，台湾的大学很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，经常组织学生参与公益活动。小明说，他们公司经常招收实习生，这些孩子都特别靠谱。李芳说，不是靠谱在学历有多高，而是他们真的懂得思考，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，这就是教育的力量。谈到养老问题，李芳更是下定决心要在台湾定居。这边的养老院不光硬件设施好，更重要的是特别有人情味儿。他说自己参观了好几家养老院，看到老人们过得特别快乐，每天有各种活动，工作人员也都很有耐心。而且你知道最神奇的是什么吗？李芳兴奋地说，这边的老年人特别会玩，我看到好多70、80岁的老人家还在学跳舞、学电脑，
活得特别精彩，这才是我想要的晚年生活。现在李芳已经在认真考虑退休后来台湾定居的事情了。虽然在大陆的工作收入更高，但是钱赚的再多，也抵不过生活的幸福感。他说，在台湾虽然工资可能没那么高，但是生活质量真的很好。最重要的是，李芳眼里闪着光，在这里我感受到了真正的自由和快乐。不用看人脸色，不用整天想着我该怎么维持关系，可以完全做自己，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好。作为一个红娘，听了李芳的故事，我特别有感触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人为了爱情远走他乡，有些人为了生活方式改变轨迹，但不管怎样，只要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，那就是最大的幸福。就像小明和小婷，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不是你守着我，我守着你那么简单，而是两个人一起追求更好的生活，一起成长，一起经历生命中的每一个精彩时刻。